2022年，乌克兰一声炮响打破了这片土地原本的平静，俄罗斯与乌克兰彻底杠上了。直到今天，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超过700天，许多隐藏的真相也渐渐浮现。奇特的是，中国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，就连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，乱局之中唯有中国看得最为透彻。说起俄乌冲突，就不得不聊起北约。实际上，所有冲突都是因北约而起。从本质上来说，北约是一个军事联盟，军事是国家的基础力量，意义非同小可。美国深知，只要掌握了各国军事，就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决定性影响。因此，苏联解体后，美国不仅没有解散身为冷战产物的北约，反而加快了东扩的脚步。原因很简单，欧洲的东部盘踞着美国的劲敌俄罗斯。尽管美苏争霸的历史烟云已经散去，但美俄的争端从未停止。压制俄罗斯始终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。于是，美国盯上了乌克兰。简单来说，美国想要乌克兰加入北约，成为自己的前线阵地，帮助自己共同对抗俄罗斯。恰巧，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本就算不上友好，受历史与现实政治影响，俄乌交恶已久，颜色革命的爆发更是令双方的关系降至冰点。再加上美国从中搅和，俄乌局势便更加微妙。一直以来，美国都试图通过铁杆盟友欧洲帮助乌克兰建设军事，无形中提升了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能力。对俄罗斯来说，这着实触碰到了底线。一旦北约东扩成功，乌克兰成为其中的一份子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如此一来，俄罗斯的家门口便有了美国的哨兵，几乎时刻处于被监控的状态里。无论如何，俄罗斯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。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，成为了俄罗斯战略布局的首要任务。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，俄乌冲突爆发了。直到今天，将近2年时间过去，俄罗斯与乌克兰始终未能握手言和。西方媒体评论不休，各种言论纷至沓来。然而，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，西方媒体惊讶地发现，有另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国度对俄乌冲突的认识竟然惊人的准确，而这个国家正是俄罗斯的邻居中国。那么，中国到底做了什么，值得令西方媒体如此惊叹呢？中国从头到尾没有以任何形式介入俄乌战争，但自从俄乌战争打响之后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却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变化。一言以蔽之，一场俄乌冲突令中俄贸易额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，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。反观美国与欧洲就没有了这种幸运。为了援助乌克兰，美欧均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，却还是弄得焦头烂额，让人叹息连连。如此鲜明的对比，无怪乎西方媒体大呼中国留了一手。但其实西方媒体只看见了表象，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。中国能有如此巨大的贸易收获，绝非侥幸，而是长期积淀的结果。早在战争开始前，中俄两国便开启了发展贸易之路，一直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合作。上世纪末，在俄罗斯经济的转轨期，中俄贸易基本维持在50至70亿美元上下，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。进入新世纪后，中俄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议，促成了贸易总额增长，在2008年创下了56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。随后，受金融危机与美国制裁影响，中俄贸易几经起落，终于在2018年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般耀眼辉煌的成绩不过是一个开始。去年，中俄贸易总额竟然直接翻倍，一举超过了2000亿，可见中俄贸易的确迎来了历史机遇。而这个机遇正是俄乌冲突。要知道，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发生了变化，从原来的东欧盟国变成了整个欧洲。鼎盛时期，与欧盟的贸易额几乎占到了俄罗斯进口总额的1半以上，约为 52.7%。俄罗斯10大贸易伙伴里，足足有7个是欧盟国家，欧盟的影响力不言而喻。一般来说，欧盟会从俄罗斯进口木材、能源、原材料与化学品，而俄罗斯则会进口服装、纺织、家具等轻工业制品。与此同时，生产汽车与车辆配件也是欧盟国家的强项，俄罗斯也需要这些产品。但在这看似顺利的合作背后，也隐藏着许多变动。要知道，欧盟可不止俄罗斯一个朋友。相比俄罗斯，美国明显对欧洲更为重要。俄乌冲突爆发后，美国第一时间站出来为乌克兰背书，提供援助，欧洲自然不能落后，必须跟紧美国的步伐，一同制裁俄罗斯。就这样，俄罗斯与欧洲的贸易断了，中国也获得了外贸领域的崭新机会。其实，中国与俄罗斯在贸易结构上天然有着很强的互补性。俄罗斯资源丰富，但轻工业不发达，而轻工业产品恰恰也是中国的强项。再加上近年来国产新能源车崛起，甚至闯入了欧洲市场，更是为与俄罗斯的合作提供了基础。换言之，曾经欧洲能做到的，中国也能做到，甚至做得更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俄贸易自然取得了质的飞跃。眼见着中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美国顿时不干了，时刻准备挑事。但是中国真正的智慧远不止于此。美国打了一手如意算盘，决定利用俄乌冲突做文章，打压中国。美国的思路十分明确，那就是依靠舆论将中国与俄罗斯绑定在一起。这种绑定是一种子虚乌有的政治关联。中国与俄罗斯积极开拓贸易，在经济上精诚合作，便意味着两国在政治上同样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。
换言之，美国试图以经济为切入口，逼迫中国表态，表态的内容便是在俄乌冲突里支持俄罗斯。而美国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给自己找个由头制裁中国。只要中国一表态，美国便可以扯着正义的大旗招摇撞骗，将用在俄罗斯身上的制裁手段同样应用在中国身上，打中国一个措手不及。可是美国万万没有想到，中国早就看穿了这一点，并且有着自己的应对方式。自始至终，中国的态度都是冷静而克制。美国唯恐天下不乱，恨不得挑起战争，从中搅局。但中国希望天下安定，俄罗斯与乌克兰能够解开夙愿，握手言和。从战争最开始，中国就一再强调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。为表明立场，中国还通过外交部发布了官方文件，再次强调了中立态度。美国本以为中国的冷漠无情会惹恼俄罗斯，从而影响两国的合作。可是俄罗斯的反应也颇为出人意料。此前曾有捷克的领导人跳出来污蔑中国的中立立场，他认为中国是在有意引导舆论，实际上想要无限延长俄乌冲突，从中获得大量利益。此言一出，俄罗斯立马反驳，为中国证明，现如今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是一种良性的君子之交，中俄之间不会结盟。这种疏远并非是坏事，而是确保地区稳定与国际和谐的重要手段。在此基础上，又为中俄的全方位合作提供了生长空间。正因如此，中国与俄罗斯的情谊才能长盛不衰，中国也才能在俄乌冲突里展现出充分的智慧。但值得确定的是，中国从来都不指望发战争财，和平是中国永远的期待。在和平年代，中俄贸易才能有稳定的绵延。未来俄乌战争的局势究竟如何，或许还要拭目以待。